每月20枚灵石，到手剩3枚。扫帚坏了买不起，将就呗。完了，先帝都能死，我一个练气期的蚂蚁算什么？检测到宿主精神变动达到位值，神级万物回收系统正式激活，正在发布唯一主线任务：回收天地间的一切垃圾。3年，挨过巴掌，吃过馊饭，这条咸鱼等到了锅和油。扫描到超高价值可回收物，目标残破的先帝尸躯，完整度78%，回收价值 SSS 级。发财了！上辈子收废品20多年，这是我见过最大的单子。地兵是本座的，谁敢抢，灭谁满门！岳阳老魔，你这种货色也配？此逆等凶物，当由我佛门镇压。二位还是回去吧。尸身神性尽失，法则散了，就剩空壳。谁要那堆死肉？地兵碎片才是真正的宝贝。没人要 SSS 级的东西，他们当垃圾。冰皇女帝李霜寒，她要是开口，谁敢跟她抢？在这种级别面前，多看一眼都是罪过。好消息，他不抢尸体，地兵你们随便争，地仙你们随便抢，只需要把那堆垃圾留给我，搏一搏，砸一遍先帝，主打一个收废品收到飞升。窗口，这是老天爷赏饭吃的窗口。系统新手礼包，激活系统都有新手礼包，这是规矩。新手大礼包已发放，是否开启？开！恭喜宿主获得隐息符乘1。就一个，你管这叫大礼包？隐息符可将宿主一切息降至冰点，除非实力超过使用者3个大境位以上，并主动法则探查，否则无法发现。持续1炷香。地势坠落点距这里3里多，拼命吧，刚好够。疼不疼？疼，但跟 SSS 级比起来，算个屁！上辈子为了年终奖加班到凌晨3点，这辈子爬几百米怎么了？那片区域的反馈是什么都没有，不是看不清，是什么都没有。已成功接触 SSS 级可回收物残破的先帝尸身，是否立刻回收？这是这辈子第一笔大单，收废品收到先帝了，回收！回收成功，获得10万年修为灌顶，检测到宿主肉身根本性蜕变，获得混沌神魔体，提取到先帝级功法无灭天宫残篇，已自动修炼入门，获得先帝毕生战斗记忆与修行感悟，正在灌输。获得本源点数100万，获得地兵核心已破碎。越是天降横财，越要冷静，越飘越容易死。系统呀，所有气息异象波动一点都不许漏，伪装成被吓怒的凡人杂役。启动最高级别气息遮蔽，消耗本源点数1万。当前外显状态：凡人受惊过度。地师呢？谁动的手？开什么玩笑！一具地师，谁的储物法宝装得下？法则也没了，没有回归天地，没有流散，是彻底不存在了。地势消失那一瞬，有一个极短暂的法则扭曲，它的运行逻辑我看不懂。3遍了，祖宗，您到底想从我身上看出什么花来？漂亮，漂亮到让人害怕，不是看脸的时候。杂役，刚刚你看到了什么？它没了，它好大，没看见，什么都没看见。起来，从今天起，你跟着我。让我跟着你，你倒是带上我。我去！天皇进宫，传说连一只公蚊子都飞不进来的禁地。陛下有令，从今日起，你在进宫当差，差事打扫整个庭院，草一木皆是天材地宝，不得损毁。每日清晨、正午、黄昏清扫3遍。
做不好。从青云宗杂艺院到女帝升级了，工作内容怎么还是扫地？那是废品，捡了可能会死，不捡难受死。上辈子就是因为太怂，错过了几次发财的机会，这辈子不能再怂了。回收成功，获得本源点珠100，获得研磨血脉微弱觉醒之一，获得残缺火系功法燃血诀。穿越3年，连最基础的功法都没人教，现在直接拿到了一部功法，发了！本源点数加80加50加120，本源点数从0暴涨到800多。你的晚饭吃完去偏殿休息，明早卯时开工。那个仙子姐姐，这宫里除了我，还有别的扫地的吗？天皇进宫万年以来，你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以杂役身份踏足此地的人，好好珍惜。唯一一个，整个进宫的垃圾都归我，没有竞争对手，垄断经营。他的动作笨拙，表情麻木，气息微弱，一切符合凡人标准。那块研磨星河是数百年前的残渣，被他当垃圾扫走了，合情合理。为什么我的道心会因为一个凡人产生涟漪？帝师消失时他在旁边，现在他又出现在我的寝宫，如果都是巧合，太巧了，有意思。本源点数830，雷灵不亲和度1%，舞蹈茶香1丝，还有刚入门的燃血诀，随便拿样出血能够引起幸福血缘。系统，本源点数除了压制气息还有什么用？可用于系统商城兑换，强化自身，修复物品。当前权限过低，商城暂未开启，请努力回收，提升系统等级。是那个女人出事了，走火入魔了，还是被仇家找上门？她要是倒了，我这个杂役还有好果子吃。警告！扫描到高能量反应，目标：圣兵破晓之刃残片核心部分，回收价值 B 加级，周围残留极危险，法则之力，风险极高。 B 加级，我的，这玩意儿是我的。系统有没有办法安全拿到？方案1：消耗5000点开启绝对防御。方案2：消耗8000点购买虚空之手。我才800多点，就没便宜的。学长行不行？暂未开通此项业务。你在做什么？我扫地。这里不用你打扫了，回去休息。检测到可回收物上古破戒符，能量耗尽99%，回收价值 A 级。他绝对是故意的，他知道我对这些东西感兴趣，故意放在面前试探我。这是陷阱，赤裸裸的陷阱。但我能怎么办？只能含着泪踩下去。恭迎女帝陛下回宗。恭迎女帝陛下回宗。那小子是谁？怎么从女帝车辇上下来的？看穿着好像是个杂役，杂役能上女帝的车？我要挑战青云宗第一天才。青云宗就这点事，还有能打的吗？一起上！我赶时间。早就听闻冰皇女帝风华绝代，您待在这种垃圾宗门太屈才了，不如随我回烈阳宗。侮辱青云宗我忍了，但你当着我的面调戏我的老板、我的饭票、我的移动宝库，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检测到可回收物失效的瑞金符，是否消耗本源指数1000，强化为一次性诛仙建议？是。我的腿，卑鄙！青云宗背后偷袭算什么英雄？好狠的手段！膝盖碎了，经脉断了，还留了剑意在里面。各位，这事青云宗该给个说法。道友，这其中恐怕有误会。我徒弟的腿都废了，你跟我说误会？今天不交出凶手，我们烈阳宗……滚！一招废了筑基后期，肯定是太上长老出手了。可当时擂台上只有那个扫地的，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位前辈就是喜欢扫地？你跟我来。又来？大姐，你能换句台词吗？臣臣管事。
这都是宝贝啊！他的意思很明显，给我最好的垃圾，让我老实待着被他研究。这交易我亏吗？不亏，血赚！丁，本源点数达到100万，系统商城正式开启。新手福利：以下3选1：一、混沌神魔体完全觉醒卡；2、不灭天宫完整版；3、地兵核心修复机会。功法可以慢慢练，兵器可以慢慢找，身体才是根本。我选第一个。这就是完全体的混沌神魔。收拾一下，跟我出去。去哪儿？万寿山脉上古遗迹。上古遗迹，危险，但肯定也堆满了好东西。你可以不去，但留下也未必安全。有几只苍蝇跟过来了，我正好借机处理掉。又被当诱饵了。带上你的扫帚，那里应该有很多东西需要你打扫。他到底知道多少？李双寒，你终于来了，今天就是你的死期！阿弥陀佛，李施主杀孽太重，今日我等替天行道。废话真多，怕吗？怕死了。陛下，我们能活着出去吗？放心，有我在，你死不了。S 级，这整个古战场都是我的。系统，给我回收。回收进度10%，这才1/10，发了，彻底发了！丁，成功回收万古战场，获得 S 级奖励10万阴兵虎符。以我精血，祭我神魂，太阳真火，焚尽八荒。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大慈大悲，禁术，冰封天下。冰皇女帝，你的命是我的了。我说你们打架就打架，能不能别打扰我扫地？你是谁？我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扫地工。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想怎么死？有眼不识泰山，求你把我当个屁放了！没劲。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你刚才想捅他对吧？没有，我是想扶他一把。哦，挺热心。那帮我个忙，把这片地打扫干净。是，晚辈遵命。赤阳老怪，拿命来！万毒老鬼，你疯了！但是自己打省时省力，打完我还能回收尸体，血珠。诛心之术，比直接杀了他们狠100倍。这个男人以后少惹为妙。坏了，忘了他还看着呢，装不下去了。收工，死不对证。我只是个被震晕的无辜扫地工，完美。难道真的是我猜错了？陛下，我这是在哪儿？我记得当时在打扫卫生，突然地动山摇，好多骷髅爬出来，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陛下，到底发生什么了？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不记得了，真的不记得了。那你手里的虎符怎么回事？虎符？什么虎符？是他！我好像不小心踢到了这东西，然后那些骷髅就爬出来了。这到底是什么邪物啊？所以你只是恰好路过，恰好踢到虎符的普通人。对，我就是一个扫地的，我发誓。你说，如果我把你扔进炼丹炉里，炼上49天，能不能炼出一颗大罗金丹？陛下，您别开玩笑，我不好吃的。你的身体蕴含着一股极其古老的力量，你隐藏得很好，但瞒不过我。你的演技很拙劣，你站在亡灵大军前发号双施令，你指使万毒门主自相残杀，最后那场爆炸，你以为能骗过我？陛下，
冤枉啊！我真的不是什么大佬，我就是个扫地工，那肯定不是我，我一定是被什么东西附体了。陛下，你法力高强，快救救我！他恼羞成怒，谈条件，死不承认，都不是。他竟然哭着抱大腿，松手！不松，打死都不松！你要不信，我就一掌打死我吧！我信你不是大佬，只是运气好的普通人。但从今天起，你24小时必在我视线范围内，吃饭、睡觉、扫地都一样。我倒要亲眼看看你这个普通人还能玩出什么花样。四大圣地一夜之间全军覆没，几大圣主联手围攻冰皇女帝，结果被一个人全灭了。什么人？青云宗一个扫地工，他召唤出数万亡灵大军，一炷香，尸骨无存。你们还记得青云宗大比吗？烈阳宗那个天才不也是被个扫地的废了？全对上了。青云宗真有一位扫地的隐士老祖，视圣主如蝼蚁，这才是真正的大佬。宗主，要不咱给老祖立个雕像？造型呢？一手扫帚，一手虎符，脚踩圣主，名字就叫一念神魔，扫尽八荒。宿主神秘老祖传说已响彻大陆，奖励天机混沌。天机混沌，那他只会觉得我更神秘，盯得更紧。我的捡破烂大业遥遥无期了，求求你别奖励了，我真的只想安安静静当个扫地工啊！你在干什么？没，陛下，这地砖松了，我帮您踩实一下。完了，他那眼神分明写着你当我傻吗？他竟然怕痒，冰山女帝的第3种表情被我发现了。又叹气，你好像很不开心。没有没有，能为陛下服务，三生有幸。我感觉天要变了。天要变了？今天不是挺晴的？不是天气，是这个世界要变了。下界处矣，恭迎上使降临。他们终于还是来了。宗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因为帝师？他们是冲着世界本源来的。世界本源？新手村还没发育完，最终 BOSS 就空降了。每个世界都有核心本源，是世界运转的根基。上界的某些存在会像蝗虫一样吞噬弱小世界的本源，他们管这叫收割。所以之前陨落的先帝、帝师都是诱饵，一个布置了数千年的陷阱。他们让我们自相残杀，消耗顶尖战力，等时机成熟就降下来收割。失去本源的世界会彻底枯萎。我们所有人从一开始就被玩弄于股掌。本源的气息就是从这里泄露的，那个诱饵被蝼蚁吞了，省得我再整。就从这里开始进化。是女帝，女帝出手了！你守好这里。竟能挡住我随手一击，在这贫瘠的下界算个天才了。可惜你生错了地方。归西夏，向我效忠，成为我最卑微的奴仆，我饶你不死，还可带你去上界。做梦！敬酒不吃吃罚酒，神说要有光。这一击我挡不住。如果我早点放他自由，或许他已经成长到足以抗衡的地步了。只可惜没有如果了。陛下，不要！老子的人也是你能动的。系统，给我兑换天道傀儡。确认兑换天道傀儡，消耗本源点数100万，已发放。用100万本源点比割肉还疼，但那个狗屁上士要清零整个世界，我去哪儿捡垃圾？狗道不是怂道，是在关键时刻一锤定音。请设定傀儡形象、气息及降临方式。形象金甲战神，身高100丈，背后功德金轮大道相援，气息凌驾天道之上的绕神性。降临从9之上塔金光大道一步一步的走下来，牌上就不能输。天道傀儡即将降临。这是天道的气息？不可能，这个下界怎么会？而且比主神山上的天道碑还要纯粹。这才是真正的神，刚才那个顶多算个传话的。
不，这是天罚之力！我主，救我！秒杀了！你的女帝以身化道的上使，一巴掌就没了。你说你逞什么能？家里有大人在，轮得到你一个小丫头片子？小丫头片子？她叫女帝陛下，小丫头片子！是谁？谁敢杀吾的使者，毁吾的收割大计？打死小的来个老的，傀儡能量已经消耗大半，硬打不过，只能把他唬住。这片地盘老子照的，谁敢动我家的女帝？哇，太霸道了！我家的女帝，老祖和女帝陛下果然是一对。阁下究竟是何方神圣？此界不应诞生阁下这种存在。吾之明慧，岂是有资格知晓尔等竟敢扰吾清梦？前辈误会，晚辈不知前辈在此沉睡，那使者管教不严，死有余辜，晚辈这就滚。慢着，前辈还有什么吩咐？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吾斩你一道神元，以示惩戒，可有异议？没有异议。多谢前辈不杀之恩。丫头，记得回家喝药。老祖叫女帝丫头，还说我家的女帝。传闻是真的，老祖和女帝陛下果然是一对。宗主，有此神人坐镇，我们青云宗要一飞冲天了。就是，我们以前对女帝陛下是不是太不恭敬了？人家不是租客，是老板娘啊！丫头，我家的女帝，回家喝药。哎，那个老祖宗他人呢？什么情况？你们这么看我干什么？我就是个扫地的。啊，女帝陛下，快，最好的丹药全拿过来，奴陛下会进宫。谢天谢地，李双寒这口血吐得太及时了，100万不能白花。得看看那个被拍死的上使和吓跑的神王有没有留下什么垃圾可以回收。女帝的伤等不了，万一在我眼皮底下出事，老祖宗第一个拿我祭天。青云宗第36代宗主李青云斗胆求见老祖宗。完了，老祖宗不想见我。谁啊？大半夜的鬼叫什么？他就是老祖宗的凡人化身。陈轩小兄弟，我是路过散步，欣赏月色，真巧。这老头有病吧？宗主大人，您怎么在这里？小人有失远迎，罪该万死，使不得。我们青云宗不兴这个。有病！你跟我一个扫地的拉扯成何体统？宗主大人，您到底有什么事？小人害怕。今天宗门出了那么大的事，那个金甲神人，你看到了吗？我当时直接吓晕过去了，醒来天都黑了。吓晕了？您继续编。那大家传的那个扫地老祖，你听说了吗？他们说，老祖宗是女帝陛下的相好的。这些传言不可信。不瞒你说，我是为女帝的伤而来。她燃烧本源油尽灯枯，宗门所有灵丹都毫无用处，我这个宗主束手无策。好家伙，跟我表演技呢！女帝陛下伤这么重，她可是我们的大恩人。对了，我想起一件事，也许能救女帝陛下。来了，正题来了。什么事？快说。我以前听我奶奶说过一个偏方。何等神妙的偏方？以形补形，以心换心。以形补形，以心换心。神他妈偏方，老子随口编的。女帝乃冰皇之体，本源至寒至纯，燃烧本源后寒气耗尽，阳火攻心，阴阳失调。先生所言比宗门典籍还要透彻，该如何操作？这第一步嘛，便是要将女帝体内的阳火引导出来。她缺的是至寒本源之气，需要一种至寒且蕴含庞大生命精气之物，此为以形补形。世间何物能满足这2个条件？天上没有，地上难寻，但有人有。我万年玄冰玉，那只在北海万丈冰原之下才可能诞生，我们没有。你们宝库里不是镇压着一头玄冥冰蛟吗？先生是说那头妖圣玄冥冰蛟，那可是传说中的存在。那冰蛟在冰渊中吞噬不止1块万年玄冰玉，其妖丹与玄冰玉精华为一体，药效比真正的玄冰玉好100倍。取他妖丹，万一他自爆，整个青云宗都得完。谁说要杀他？你准备81种至阳灵药，年份越久越好，再找9个童男9个童女，取指尖形，混合熬制49天，炼成1碗9阳还魂汤。然后呢，
端着这碗汤去见冰娇，告诉他献出本命冰魄，这碗汤就赏给他，助他化蛟为龙。他不仅不会反抗，还会感恩戴德，以形补形，以心换心，两全其美。先生真乃神人，我这就去办，就算搬空宝库，也把东西凑齐。等等，先生还有何吩咐？炼制还魂汤需要用这块万年雷金木做引，记住，天知地，你知我知，不可让第三人知道是我让你做的，否则偏方不灵。这就是后山捡的烂木头，被雷劈过而已。先生放心，我以道心起誓，就算死，也只说是自己从上古残卷里看到的方子。九阳还魂汤能不能炼成，冰娇谈判顺不顺利，女帝的伤能不能好，关我屁事，我只是个扫地的。宝库任选3件，剑宗以来最高规格。快，我家养了几十年的大公鸡，纯阳战鸡，阳气充沛。你们说宗主炼什么丹？肯定是给女帝疗伤。我听说宗主昨晚偷偷去了后山，见了那个扫地公，今早就发了任务。这丹方能是谁给的？老祖宗怎么可能看着我家的女帝受苦？早安排好了。丹方上没说会炼出果子，这才是真正的神物。万物至阳，雷霆最体，血气为引，破而后立，这才是九阳还魂的真正奥义。神格碎片，下位神血陨落后，神性凝聚而成，凡人融合9成9爆体而亡。神性不足，强行使用会被空间风暴撕成碎片。很牛逼，但用不了。搞了半天还是穷光蛋。看什么看？再看就把你吃掉。女帝陛下，药取来了。B 扫描到高能量物品，玄冥冰胶之本命冰魄。还真让他搞来了，这老头可以啊。他说了回家喝药，所以药一定会来。女帝下，幸不辱命。玄冥冰胶死了？没死。我按照上古残卷炼出九阳还魂果，那头老蛟为求化龙之机，心甘情愿献出本命冰魄。用一颗来路不明的果子画个大饼，空手套白狼，这手段也就他干得出来。你做得很好，为女帝分忧，分内之事。这冰魄你收起来。这是为您寻来的救命之药。我的药不是他，我的药在那里。老祖宗先让我送开胃小彩，自己再以扫地公身份送神药，这一拉一踩，高。冰魄他没收，说明还不够。他在等我这个正主送大礼。牛吹出去了，得圆回来。可上哪找神药？系统商城制道商的丹药6位数起步，我连零头都付不起。凡人用了9成9爆体而亡，但他不是凡人，冰皇女帝身体堪比神兵，而且这东西是上使身上掉的，用上界的垃圾救下界的女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干了，扔给他让他自己头疼。关键是怎么送过去还不暴露？直接送，自曝身份，偷偷扔进寝宫，戒备森严，让李青云代送，等于告诉全世界。有了，陈玄换扫帚了，绑了根什么？那羽毛，我想起来了，那个被老祖宗拍死的银甲鸟人身上的羽毛就长这样。神仙的羽毛他拿来绑扫帚，暴殄天物。站住！这是通往女帝寝宫的要道，用不着你。执事大人吩咐的，所有地都要扫干净。快点扫，扫完走。那是上使的本命神玉，蕴含神性最浓郁的部分，他拿来当扫帚。玉帝陛下，小心！救命啊！接啊，快接！老子演这么辛苦，你可别掉链子。好深的心机，用羽毛做伪装，扫帚做载体，意外做掩护，把足以引起世界疯狂的至宝送到我面前。把人带上来。小人罪该万死，不是故意的，求女帝饶命。你叫什么名字？回禀陛下，小人叫陈玄。这羽毛哪里捡的？
那天金甲神人跟鸟人打架，小人被吓晕在广场，醒来这根羽毛就掉在小人脸上，看他亮晶晶的就捡了。小人不知道这是陛下的东西，这不是我的东西啊！它上面残留神秘怨念和不完整法则，你能活到现在，运气很好。运气？老子的命都是自己挣的。起来，你的扫帚弄坏了，本宫赔你一把。这把寒玉净尘扫，下品法器，以后用它。不，小人不敢用陛下的东西。让你拿着就拿着，这本宫赏的东西，你敢拒绝？不敢，谢陛下赏赐。这要是拿去回收，能值多少本源点数？你跟我来。剧本不是这么写的。你说接下来该各走各路，叫我进去干什么？还愣着？进来。完了，我苟了这么久的好日子到头了。好冷，这寒气不对劲。等贤圣主在这儿都扛不住，没有床，没有桌椅，他平时就睡在寒潭里，变态。叫我进来就为了罚站，大姐你倒是给个痛快话啊！那个金甲神人是你，对不对？来了。陛下，什么金甲神人？小人听不懂啊。你说你逞什么能？是你说的吧？家里有大人在，轮得到你一个小丫头片子出去跟人拼命，也是你说的吧？还有那句我家的女帝，这些话也听不懂。陛下，你肯定听错了，当时那么乱，那是天道之音，你一定是幻听。幻听？你把他绑在扫帚上，从山脚扫到山顶，最后失手扔到我面前，这也是幻觉。老弟老祖的传说是你散播的。宗门大比上，你用扫帚矛震封天玄宗弟子；万古战场，你操控10万阴兵救了我。好吧，既然你不愿承认，那就算了。他笑起来还挺好看的。你走吧。谢陛下，谢陛下。等等。你干什么？君子动口不动手。别动。不，所有秘密全被他看了个干净。放开我！这股力量已经超出先帝的范畴，这是创世神的力量。为什么？你为什么要逼我？我辛辛苦苦伪装了这么久，你知不知道暴露对我意味着什么？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觊觎我身上的秘密？你今天的行为会给我们两个带来多大的麻烦？对不起。这是他活了上万年第一次对人说这3个字吧。罢了，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晚了。本想以凡人身份与你相处，换来的却是怀疑和试探。不装了，我摊牌了。摊牌了，然后呢？按正常逻辑，要么杀人夺宝，要么抓起来切片研究。妈的，早知道就不说那句装逼的话了。所以，从一开始，你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连灵魂印记都扫出来了，这还怎么玩？你刚才爆发的力量，那是什么？那是我的道。你的道？我的道是藏，藏锋，藏拙，藏身，将一切力量藏在最深处，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出墙。刚才就是那个万不得已。我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大道至简，返璞归真，将上神威藏于凡尘，以扫地公的身份体验人间百态，磨砺道心，这是我从未想象过的修行方式。大姐，我就是单纯想偷懒，想不死，怎么到你嘴里就这么高大上了？宗门大比上用扫帚矛点化剑雨，是为了敲打天玄宗。我就是看那小子不爽，顺手弹了一下。万古战场放出10万阴兵，是为了救我，也为了清理那些心怀不轨的圣主。你们打架挡着我捡垃圾了？用金甲神人击退上界使者，是为了守护宗门。主要是你挂了，谁知道会不会把我供出去？而且宗门没了，我去哪儿扫地？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更不该用那种方法对你。算了算了，不知者不罪，你知道错了就好。精神损失费呢？随便给几百上千件神器就行。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操，高人风范呐！你说今天的行为会给我们带来很大麻烦，是什么麻烦？你刚才探查我的时候，
我的力量有一瞬间失控了，你知道吗？我知道。我这种力量不属于这个世界，每一次出现都会在天道法则上留下痕迹。以前我都能控制住，但刚才被你一搞，失控了。这丝痕迹就像黑夜里的一盏灯，对某些一直在寻找它的存在来说，已经足够了。你是说上界？不止，是诸天万界所有对超脱感兴趣的存在，他们会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蜂拥而至。我就是那块最鲜美的带血的肉，而你，第一个发现这块肉还在上面啃了一口的人，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对你？那怎么办？你肯定有办法的，对不对？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反正天塌下来，有你这个自高的顶着。办法嘛，有一个，在被那些人找到之前，变得比他们所有人都强，强到可以无视诸天万界所有规则。这需要多久？快的话3、5年，慢的话10年、8年。3、5年？你确定不是3、5万年？对我来说，变强是最简单的事。你变强的依仗到底是什么？是功法、血脉，还是先帝传承？都不是，你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天赋，一种回收的天赋。不管是损坏的法宝、耗尽的灵石，还是强者的尸体，在别人眼里是废物，在我眼里都是最纯粹的本源。只要这个世界还有垃圾存在，它的力量就可以无限增长。所以这根羽毛，神星死后留下的东西，蕴含最后的神力本源和法则碎片，对我来说大宝之物。它绑在扫帚上，从山脚扫到山顶，不是演戏，是在充电。我把它的充电宝没收了。陛下，陛下，你没事吧？刚才神殿里的那股气息，还请陛下一见。麻烦来了。刚才那股气息绝不是陛下的力量。陛下的力量是极致之寒，但那股力量是煌煌天威，截然不同。殿内除了陛下，就只有那个扫地公，难道？不可能，一定是陛下出了意外。陛下，您再不回话，我等可就要强行闯入了。怎么办？冲出去说我是隐藏大佬，不小心差点拆了你的宫殿？闭嘴！我给你出个主意，就说你在融合那根神羽的力量，引动旧伤，导致力量失控。至于我，就是被你波及的倒霉蛋。你为了补偿我，赏了一把法器扫帚。不过光说还不够，戏要做全套。你现在需要受点伤。小场面，暂时封印了你一部分力量，模拟走火入火的假象，1个时辰自动解除。女帝陛下，该你登台了。陛下，您这是怎么了？无妨，刚才参悟一件神物时，引动了旧伤。陛下，小人可以走了吗？滚吧！烂泥扶不上墙。陛下，您的伤休养几日，都散了。本宫要休息。从今天起加强戒备，任何人不得靠近冰皇神殿100里之内，违者按判宗处置。是。妈的，吓死老子了！系统出来。丁，神级万物回收系统竭诚为您服务。扫描这把扫帚，韩愈净尘哨下品法器，回收价值8500点本源。回收，回收成功。当前本源点数1278500。摊牌之后，倒也不全是坏事，至少不用再防着那女人了，算是战略同盟吧。不过安静谷下去的好日子到头了。他时而胆小如鼠，时而霸道如神，时而油嘴滑舌，时而深沉如海。回收下品灵石残渣，获得1点；回收断裂飞剑，获得15点；回收炼废淬体丹，获得3点。你倒是挺悠闲。陛下，这种又脏又臭的地方，您怎么来了？别装了，这里没外人。习惯了嘛。说吧，无事不登三宝殿，总不会想跟我一起捡垃圾吧？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看看你是怎么回收的。这有什么好看的？手一摸东西就没了。我要看。看好了，不是湮灭，是吞噬和转化。矿渣消失的瞬间，纯粹的本源能量涌入了他体内，没有丝毫外泄。如果是回收一个活着的生灵，你想试试？我只是好奇。最好只是好奇。我这能力对活物没用，而且我有原则，只回收垃圾，从不碰不该碰的东西。这是什么？这是鬼王令。
七煞殿的鬼王令，1周后他们会在幽魂沼泽举行100年一次的祭鬼大典，献祭10万生魂，唤醒上古鬼王。10万生魂，上古鬼王，这可都是大补之物啊！七煞殿7日后举行祭鬼大典，要唤醒1头上古鬼王。这是请柬，是凭证。我当年灭了他们一个分舵，缴获的战利品。持此令，可伪装成核心长老，混入祭典中心。你想让我去搅黄他们的祭典？不，我要你把那个上古鬼王回收掉。为什么只要鬼王？因为他和我们后山镇压的那具帝师有关系。帝师，青云宗的镇宗之宝，传说是上古先帝作瓦失败留下的不朽之躯，蕴含毕生传承。我早就想回收它，但那禁地有99道封印，那东西很危险。帝师和鬼王什么关系？他们都不是这个世界的产物，都是从上界掉下来的。上界？你之前说你的力量会引来上界的记忆者，其实他们早就来了，一直都在。什么意思？那些关于帝师的传说，什么先帝传承，什么飞升之秘，全是他们散播的。那具帝师不是宝藏，是鱼饵，一个上界大能布下的收割世界本源的陷阱。鱼饵，一旦有人炼化帝师，就会触发禁制，抽干整个世界的本源原始。然后将这颗星球化作养料。你怎么知道这些？我师尊告诉我的。青云宗上一任宗主，他就是上一个试图炼化帝师的人。他失败了，临死前用尽最后的力量，绝不让任何人靠近。所以他有君临天下的实力，却甘愿留在青云宗，背负着整个世界的命运。那鬼王也是鱼饵，比帝师更危险。帝师需要人主动炼化才能触发，但鬼王一旦被唤醒，会主动吞噬一切生命，北域会变成死地。你不能亲自出手。我一旦离开，觊觎帝师的人会趁虚而入。你是唯一能处理掉鬼王，又不会引起太大动静的人。好处呢？鬼王本身就是最大的好处，它蕴含的本源之力超乎你想象。事成之后，我允许你进后山禁地一次。此话当真？君无戏言。成交。伟大的鬼王，聆听您仆人的呼唤，享用祭品，从沉睡中苏醒，降临吧！那是什么？丁，成功回收上古鬼王，获得点数880万，成功回收10万生魂，获得120万，成功回收七煞殿全员3万8000余人，获得356万。检测到宿主一次性处理上界鱼饵，维护世界稳定，特此奖励天道功德一缕。发了！这波血赚，总额直接破2500万！做得不错，就是动静闹得有点太大了。警告：检测到超高原生命体降临，对方强度无法判定，威胁等级烈士级。是谁？你可以叫我上界军察使。才刚处理掉鱼饵，钓鱼的人就找上门了，跑不了，打不过，装傻。上仙，您在跟我说话，小人只是路过的普通修士，刚才天崩地裂的，正准备逃命呢。你身上有他的气息，虽然微弱，但骗不了我。我？难道是系统？把他交出来，或者让我从你的尸体上取出来，选一个。如果我2个都不选呢，就让我看看可选中的人有几分斤两。完了，这是完全超越维度的降维打击。我所有的底牌，在真正的强者面前都是笑话。冰晃神体，不对，还融合了斩斗剑骨。这个贫瘠的下界，竟然能诞生你这样的异术。陛下，是谁把您伤成这样的？青云，传我命令，开启护宗大阵，然后带所有弟子立刻离开青云宗，越远越好。陛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别问了，这是命令。我不走，青云宗在我在，陛下在，我也在。日与宗门共存亡。糊涂！你们留下来，除了送死还有什么用？就算是死，也要死在陛下前面。为了一个蝼蚁，燃烧最后的生命，值得吗？家里有大人在，轮得到你一个小丫头片子出去跟人拼命吗？你说你逞什么呢？你是谁？我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扫地工而已。装神弄鬼，不管你是谁，敢插手神庭的只有死路一条。是他，这个声音，这个语气，绝对是他。这不可能，上界的不朽仙王都不敢如此轻描淡写的接下。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这个人脾气不太好，尤其是有人想动我家的东西的时候。所以，
你可以去死了。这片地盘我照的，谁敢动我家的女帝？我家的女帝，她在说什么？所有人都在看我。陛下，快把所有疗伤圣药都拿出来！不，去陈玄的住处，只有他能救陛下。我操！岳飞，2500多万本源点数，就换了个天道傀儡的1分钟阉割版体验卡，只能打1巴掌，打完就没了。亏了，个180万的普通版就够了。不过好像也不算太亏，至少把未来老婆彻底拿下了。这波叫千金买七相。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他问的是我家的女帝没绝，这女人关注的重点是不是有点歪？不该先问巡视时怎么回事吗？我回答是或不是都会被他一剑劈了，怎么回答都是死啊！陛下，您说什么？我刚才信号不好，没听清。我说，那句我家的女帝是真心的吗？他怎么就揪着这个不放了？他的高冷淡漠都被狗吃了吗？这个问题躲不过去，怎么回答决定我未来的家庭地位。是。油嘴滑舌。油嘴滑舌，这语气是在骂我，不像，这是在撒娇。哈哈哈哈！冰山女帝李霜寒在对我撒娇，亏个屁！2500万换万年冰山为我融化，为我撒娇，宇宙第一性价比。老婆，又想我了。启禀前辈，陛下他方才吐血昏迷了，他让您赶紧回宗门一趟。你说什么？他怎么了？前辈息怒，陛下燃烧了1半本源和寿元，强行斩出一剑，根基受损严重，心神激荡昏过去了。燃烧1半本源和寿气，是为了救我？那个傻女人，人家拿命在爱你，你还在算计那点破钱？他在哪儿？冰皇神殿。等着！系统，定位青云宗冰皇神殿，最快的传送方式，立刻！定位工检测到宿主本源点数严重不足，无法进行超远距离定点传送。我现在上哪儿找东西回收？特提供人性化服务，预支1000日百日点一滚利滚利。雪儿，我把未来回收上界的所有收益抵押给你，可项收益存在巨大不确定性，无法估值，请更换抵押物。那我把我老婆抵押给你行不行？检测到抵押物李霜寒价值无法估量，远超传送所需，系统判定本次交易极不公平。考虑到宿主救妻心切，获利一次。宿主拿未来老婆当抵押役，此等丧心病狂之举闻所未闻。特此奖励绝世好男人反面教材称号一个，面对异性魅力减99%。祝您旅途愉快。不行，陛下道基损伤太严重，本源几乎枯竭，普通手段根本起不了作用。所有圣药都服下了，一起色都没有，难道真没办法了吗？什么人擅闯冰皇神殿？你傻瓜，谁让你那么傻的？你知不知道我？你没事？我有事啊，我的心被你偷走了，你说算不算有事？你不是昏迷了吗？不对劲，李青云说他本源枯竭，就剩一口气了，怎么比我还精神？难道回光返照？本源比我账户余额还干净，伤成这样还能说话，这不玄学？我的伤很重，若不是你隔着远传来一股力量护住我心脉，我可能真醒不过来了。对，是我情急下通过子母玉传了一丝系统提分的顶级本源，护住心脉绰绰有余。这个女人是故意的，她就想看我听到她出事后会什么反应。你这个女人，我怎么了？我只是想见你而已，不知道用什么理由，只能用这个最笨的办法了。面对一个用生命撒娇的女人，你除了宠着还能怎么办？你赢了，下不为例。再有下次我就你就怎么样？我就把你关起来，让你一辈子都离不开我。好啊，我等着。我被反向调戏了，这剧本不对啊！那个陛下前辈，是不是先把陛下的伤给治好？外面各宗门的探子都快把咱们门槛踏破了，都在等陛下的消息。他的伤包在我身上，至于外面那些苍蝇，让他们滚，半个时辰内不滚的，杀无赦。是，晚辈这就去办。他们都走了，现在你可以给我疗伤了吧，我的前辈大人。等我伤好了，一定要好好报答。报呢？以身相许吗？
也不是不可以哦。今天到底是来兴师问罪的，还是来被调戏的？你好好养伤，我就是个扫地的，我先走了。想走？你把我撩拨成这样，就想一走了之？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那你想怎么样？不想怎么样？你不是要给我疗伤吗？过来，坐这儿。从今天起，直到我的伤好为止，你哪儿也不许去，就待在这儿，贴身伺候我。跑不掉了，贴身伺候，这女人又想搞什么幺蛾子？不行，男女授受不亲。我一个扫地的杂役，怎么能贴身伺候您这高高在上的女帝陛下？再说了，您这伤一看就不是1、2天能好的。我手笨，万一伺候不好。手笨？我怎么记得某人一巴掌就能拍死圣主巅峰，一抬手就能捏爆上古鬼王？这手要都算笨，天底下就没巧手。小人就是个扫地的，手都快起茧子了。非礼勿视，非礼勿视！坐。你想干嘛？你不是说手笨吗？那就从最简单的开始，泡茶，泡到我满意为止。那个失误，我再来一次。唉，我不会，我投降，你还是杀了我吧。原来这个女人笑起来是这么好看。尝尝，这是我亲手种的冰心雪莲，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以天山无根之水泡制，以前只有我一个人喝，以后我泡给你喝。这个女人段位太高了，我根本不是对手。茶也喝了，可以说正事了吧？什么正事儿？我的伤还没好，你得留下来照顾我，除非什么？除非你能证明那个金光闪闪的家伙不是你，否则就乖乖留下来当我的贴身丫鬟吧。贴身丫鬟？证明？我怎么证明我不是我？这跟证明我妈是我妈一样离谱。我不管，我只知道那个神秘强者是在你被逼入邪境之后出现的，一出现就要罩着你。最后还说了那句我家的女帝，这一切太巧合了。陈玄，你到底是谁？你身上到底藏着什么秘密？为什么那个连我都看不透的强者会为了你与整个上界为敌？这事糊弄不过去了，他已经无限接近真相，继续装傻只会让他觉得我在欺骗他。但穿越和系统是最大的秘密，绝对不能说。那只能承认那个强者跟我有关系，可该怎么解释？师徒太老套，父子我不想凭空多个弟。他还是不肯告诉我，在他心里我就那么不值得信任。我活了1万年，第一次为一个人敞开心扉，换来的却是隐瞒。陈玄，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你从哪里来？我来自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里没有灵气，没有法宝，没有仙人，那里叫做地球。地球，一个没有灵气、没有法宝、没有仙人的世界，凡人怎么可能拥有这种力量？我在那个世界也只是个最普通的凡人，每天为了生活奔波，直到有一天一觉醒来，变成了青云宗山门外刚出生的婴儿，被一个扫地的老头捡了回来。再之后的事，你就都知道了。魂穿只存在于上古传说中的禁忌秘术，竟然是真的，难怪他一直那么低调谨慎，充满疏离。那股连仙定都要颤抖的道韵是怎么回事？我要一出生就那么牛逼，还用得着狗那么多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特殊的传承，核心功能就是回收天地间一切东西，转化为最纯粹的本源点数。我可以用点数提升修为，兑换功法，甚至创造万物。难怪他对别人眼里的垃圾那么感兴趣，那哪是垃圾，那分明是闪闪发光的本源点数。所以那个一巴掌拍死巡查使的金色身影，也是你用点数兑换的？差不多，那叫天道傀儡，一次性体验卡，花了我2500万本源点数。辛辛苦苦攒的老婆本，一下子全没了。老婆本，原来他早就把我当他老婆了。我们世界的本源越来越微薄，那我们该怎么办？他们把我们当韭菜，那我们就反过来他们当肥料。他们喜欢回收我们的本源，那我们就去把整个上界都给回收了。我跟你去。好，不过在去之前还有事情要处理。首先是你的伤，道基快碎了，必须修复。其次是青云宗，我们走后得留后手，不然上界再派人来就是灭门。我的伤
这种道基损伤非绝世神药不可医治，那种神药早在上古就绝迹了。至于青云宗，实在不行就解散吧，总好过留在这里等死。谁说神药绝迹了？谁说要解散？我陈玄的大本营说解散就解散，我不要面子的。丁，检测到宿主强烈消费欲望，白条功能已开启。根据您的预期收益，当前可用额度为1亿本元点数，首次使用免息期7天。这个亿虽然是负的，但也是亿万富翁啊！开，把所有跟疗伤阵法相关的东西都找出来，要最好的、最贵的、最牛逼的。推荐商品1：九转还魂丹，生死人肉白骨，重塑到金造仙躯，售价300万。推荐商品2：混沌天神煞大阵残缺版，此残缺版足以抵挡潜力一击击，售价5000万。推荐商品3：缰道傀儡，绝对战中1000万。买，全买了。丹药来1颗，大阵来1套，傀儡先来1个。丁，总计消费9000万本元点注，白条余额1000万，商品已发放。这3样东西任何一样都能在诸天万界掀起腥风血雨，他就像买大白菜一样，随手就买了。来，张嘴。这感觉怎么样？前所未有的好。护山大阵和守山神将怎么用？上面有说明书，有这2样东西，只要上界老怪物不亲自下场，青云宗就可高枕无忧，万事俱备。我的女帝陛下，准备好跟我一起去上界进货了吗？我宣布即日起闭关，阵图与傀儡交由宗门共同希望场。青云宗的天没塌，反而更高更硬了。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扫地功。真美啊！是啊，以前我从来没觉得这些凡俗景象好看，跟你一起看，比天上的星辰还美。那是因为你心里有了牵挂。你呢？你舍得离开这里吗？舍不得，但有些事必须去做，不把那些高高在上的家伙打服了，这里就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安宁。我明白了，那我们走吧。不跟他们告个别？不了，离别总是伤感的，我不想看到他们哭。丁，检测到宿主白条免息期即将结束，是否前往上界进行还款业务？去你大爷的还款！老子是去进货的。各位乡亲父老，我陈玄今天要带着你们的女帝陛下去上界度蜜月了。青云宗暂时交给你们，等我们回来，给你们带上上界的土特产。那是飞升霞光，陛下和前辈要白日飞升了。恭送陛下，恭送前辈。谢谢你，我的扫地公。不客气，我的女帝陛下。